艱難之旅開始了。大家好，我是小雷，我現在在巴厘島機场。今天我們将前往一個非常神秘的國度——東帝汶。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沒有聽過這個名字。它是2002年刚剛成立的國家，非常的年輕。你們知道嗎？他們人均收入特別的低，人均收入一個月才$150。但是呢，他們那邊的物價特別的高。所以我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好奇，所以咱们今天一起去探索一下。看的已经过完安检过来了，然后这个是巴厘岛机场。你们看一下巴厘岛机场，其實我覺得建設的還是不錯的，不管從它的建築的外觀，還是裡面，都是特別的乾淨整潔。我覺得比吉隆坡機場好多了。然後我這次乘坐的是獅航，它也是一個廉價航空，但是它包含的10公斤的行李額。另外呢，它也是有人工值機的，也是有人工辦理行李托運。我早上是6點起來的，到機場這麼一折騰，已經9點15了，有點困，來杯咖啡。印度尼西亞的瑞幸 ，Ice Americano。Ice Americano。regular。一杯冰美式是25000啊。從巴厘島到東帝汶，它其實是有直飛的飛機的。我沒有選直飛的飛機，因為直飛的那一趟飛機是1500塊錢。我發現所有的地方到東帝汶的航班它從來不打折，全是全價票。所以呢，我採取的策略呢是從巴厘島飛到他們印度尼西亞的西帝汶，也就是古邦，然後明天從古邦陸地過境到東帝汶，大概要坐12個小時的巴士。所以呢，我稱這次旅途為艱難之旅，而且我進入的是一個不怎麼發達的國家，那就意味着很多東西就沒有那麼方便。迎接我的將會是什麼？哦，對了，這個機票是500塊錢，然後明天的大巴票呢是150塊錢，總共的費用呢是650塊錢，比1500塊錢又省800多塊錢。今天也是我印度尼西亞簽證的倒數第2天，明天是最後一天。登機結束，準備起飛了，咱們古邦見。飛了快2個小時了，總算快到了，飛機已經在下降了。這一路路過非常多旖旎漂亮的小島，哇，都非常好看。這我沒看錯吧？這是機場。到達印度尼西亞的最後一個城市古邦，這個就是航站樓。古邦的位置你們看一下，它是在這個帝汶島的西邊，所以它也是西帝汶的首府。Hello， 這個島一分為2，一半是西帝汶，也就是印度尼西亞這邊，一半是東帝汶。這樣劃分呢，最主要是當時葡萄牙殖民的跟荷蘭殖民的分屬2個部分。荷蘭殖民呢就是屬於印度尼西亞，葡萄牙殖民的地方呢就是東帝汶。從這裡打車到酒店一共7公里，你們看一下費用費用是將近14萬，也就是人民幣的56塊錢左右吧。什麼的，在印尼的所有的機場它都有個範圍，如果你在機場的範圍內打車就特別貴，但是如果你只要走出了這個機場的範圍打車就驟降。你們盲猜今天我訂的酒店是多少價位的？還沒看到酒店前就可以猜一猜。然後這個價格呢，跟明天要去的東帝汶的首都帝力的酒店是一個價格，但是有天壤之別。走出來一點就可以有摩托車的選項，29000。看到有個綠衣服的過來了，哎，怎麼跑那邊去了？找到了，我在這兒。OK。這個酒店看上去還可以Hello， I have a reservation。哇，還有一個海邊游泳池。現在開箱房間，來看一下，2張床，
我怎麼記得我訂的是一张床的？我訂的是一张床的，而且这價格差挺遠的。不行，我得找他理論去。他要沒房的話，至少把錢退給我。Excuse me. Yeah, but actually the king size bed we don't available in the online travel. But you can refund the money to me the different price. 怎麼個回事呢？我跟你們說一下，就是我从 Agoda 預定的，然後 Agoda 呢是又通過另外一个就是訂房，就是這個網站，然後呢他們是沒有就是大床房在網絡上面開放的，但是呢我就能夠在 Agoda 上面訂到這個大床房，然後他們就說他們沒有，他們不認。他們現在呢就找他們的經理，然後去跟 Agoda 那邊去協商。哎呀，好啦，換回來了，換到大床房了。現在咱們繼續開箱。噔噔，這個就是我今天在古邦的房間。大床房，還是有一點點屋子啊，還行還行。這個空間還是挺大的，雖然沒有海景。然後再看看衛生間。特別乾淨啊，可以，就是有一點舊，馬桶乾淨的，洗手盆乾淨的，稍微有一點舊。它這裡有一瓶給你裝好的飲用水，但是這個飲用水它不是瓶裝水，是，水是裝進去的。哎呀，剛才我不是說了嗎？很便宜的，280人民幣。如果是雙床的話更便宜一點，是230。總體感覺，如果是100分的話，給他打個75分吧，還是有所欠缺的啊。還要去游泳池游個泳，這麼好的游泳池不游個泳可惜了。哇，現在海的顏色就跟剛才不太一樣了，灰灰的藍。這裡有一些趕海的人，基本上小朋友比較多。喲，好像有螃蟹。我要好好的享受一下這一刻，哈哈，悠哉悠哉。晚上我們來吃海鮮啦！我在這邊發現了一個魚市場。聽說啊，古邦這裡的石斑魚特別便宜，但是印尼人做魚啊，他們只會炸跟烤，真是抱歉欠我。How much? 100. Oh, it's no flesh. It's flesh. Fresh. 哦，100 cheaper. 80。啊，这么一块就接受了。印尼這座小城的東星邦才30元人民幣。我教你們看魚啊，就要看魚的眼睛，魚的眼睛要是清澈的，基本上就是新鮮的。哇塞，這個魚看起來很不錯哦，就在看我這邊烤。古邦這裡它不是旅遊區，應該不會坑我吧？它價格沒有報很高吧？去往巴厘島再在這邊消費的，就會覺得這邊東西特別便宜。夜市還是挺多當地人在吃的。啊，好好的一隻魚被他們烤得黑黢黢的，但是裡面的肉還是白白嫩嫩的。我看到了，這個石斑嘛，應該不至於做得難吃。哇塞，哇，還是特別的 Q 彈。這種魚肉真應該拿去清蒸，不應該拿去烤。哇，魚是好魚，果然做法不好吃。它這個烤得黑黢黢的，然後還會刷上一層糖，然後還另外點了一個空心菜加豆芽。有種難以言說的味道。凌晨的5點25分，天剛剛亮，我就要出發了。真正的艱難開始了。280的一晚的酒店，然後今天對比啊，咱們在東帝汶首都帝力的酒店。現在去大巴車站。Thank you。到的有點早啊，朋友們，6點半的車，
5點47就到了。Thank you。看一下这个车子啊，建的还怪好看的嘞。肯定有人会问，今天怎麼到了這麼早啊？今天怎麼不趕路啊？因為今天真的是太關鍵了，今天是我印度尼西亞簽證的最後一天，今天要是走不成的話，將面臨巨額罰款。我是提前在 WhatsApp 上面預定了這個大巴，現在是過來交錢。OK， 這邊有3個大巴公司，我們選了一個最貴的，最貴的這個大巴公司據說是最好的。這輛大巴呢要坐12個小時，現在是6點半，然後一直到晚上的6點半。哦，看一下這個車子，有衛生間的，居然還有早餐。來看看早餐是啥？有瓶水，有一個曲奇餅乾，還有一個小麵包。還可以。發車了，發車了。看看古巴最真實的一個生活。現在是12點多，快1點了。唉，依舊是在路上。這一路啊，特別顛簸。它這個印尼的路啊，它不是正常的直直的，它是會上會下，然後七拐八彎的，就是感覺你特別像在坐過山車。所以呢，我這全程啊都是閉着眼睛的，都不敢睜開眼睛。現在已經快到邊境了，這一條線就是邊境線。要去印尼海關敲一個出境章，我是最後一天臨近，不知道能不能順利。這邊有好幾個不知道是印尼的還是東帝汶的人在這裡，然後呢，他們會幫你處理很多問題，比如說幫你拿行李進去過安檢，幫你蓋這個章。還有剛才我遇到了一個人，他向我要護照，然後幫我登記了一些信息，大概就是填寫一些入境卡。但是呢，我之前以為他一直都是這個大巴的工作人員，所以我就沒有問什麼了。他在填完了之後向我要1美元，然後我就告訴他，你一開始沒有跟我說這個必須要付1美元。沒有想到這個地方也有坑啊！剛才印尼這邊給我蓋章，他不像其他人這樣哐哐就蓋過去了。遇到我的時候，他就問了我很多問題，比如說你在這邊待幾天啊？你要去哪裡呀？然後他要看我，因為我延期了一次，他還要看我延期的一個簽證。不過總體來講還算是順利的，就是多耽誤了一點點時間。蓋完章已經3點了，下面要去東帝汶的那個關口。希望一切順利吧。據說有人在那裡，中國人辦理落地簽會被遣返。現在進入東帝汶這邊的海關。哦，總算搞定了，朋友們，你們知道嗎？有多不容易嗎？果然是小國事情多。被領進一個小屋子，他就問了我非常多問題，比如說去哪裡待幾天，還有我出示酒店訂單，還有出示機票訂單。問我待幾天嘛，我說待5天呢。然後他問我帶多少錢，我說我帶了500美元。然後我還給他看，然後他還要拍照。然後他突然間來了一句：500美元不夠，500美元待5天在你們國家不夠。然後我說 OK 好吧，那我給你看一下我有很多銀行卡，因為那張卡只是我日常消費嘛，所以沒有多少錢，就1萬多塊錢。然後他又說了一句：這個錢還是不夠。或者你們這個是什麼國家？5天500美元加上1萬人民幣不夠花。隨後呢，我又展示了這個理財賬戶裡面的錢。我說我這個錢都可以去申請澳大利亞簽證，在你們這邊待5天待不了。我就問了這麼一句話，然後他就 OK 給你。最後呢，他只給我5天，就是說嚴格按照我酒店訂單和機票訂單的時間點來。我們到時候要去看這個相當於14000人民幣5天都不夠花的地方是什麼樣子。而且你們知道嗎？東帝汶的人均收入1個月是150美元，就是我帶了相當於你們當地人1年收入的錢到你們這兒，沒辦法遊玩5天。總算到了，下車的地方是一個商場，
哇，这里怎麼這麼多中國餐廳？總算是結束我們的環球旅行第18國東帝汶。來這裡太難了，機票貴，然後呢，陸路呢就是山路18彎，山路18彎要開12個小時。錢我已經換好了，現在要去買一張電話卡。又到了一個中國人開的店，有沒有無限流量的？無限流量。啊。然後6塊錢7天，7天無限，有限速嗎？低速還是高速？低速的，你要高速的就13塊錢。13啊？13刀，有點貴啊，這邊的東西。對。是吧？高速的，高速的，我要高速的。那你把卡裝上去，然後打123。你來這邊多久了？我來8年了。8年了。我訂電話卡，咱們去夜市裡面溜達一圈。據說1周就1次。這個8手3刀。Laksa 樂沙3刀，how much? 150 1.5刀。9 oh expensive。一份快餐要買到9刀。這位小哥2份快餐買了24刀。這邊的價格啊，就真的懷疑他們真的是月收入150刀嗎？或者是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已經是大餐？2個非常熱情的當地人 ，Hello， 你好，你好，謝謝。How to say in local language? Obrigado. Obrigado. OK， 拜拜。对，當地人好熱情啊。Hello， 剛才手機店的老闆給我透露個重要信息。就是我今天晚上住的酒店的老闆，他是負責接送的，所以呢，我現在就在這邊等着酒店的老闆來接我，也是一個中國人開的酒店。這邊好多中國人在這邊開店哦。對，都是親戚帶親戚過來。這邊特別賺錢嗎？還是這麼多？也不是賺錢，就是大老闆嘛。帶着親戚來嘛，大老闆來的時間久嘛，來這邊他們最早的話是要偷渡到澳大利亞去。買船都買好了，但後面就因為這邊國家剛開放了嘛，對，2020啥都沒有。然後有一個老闆就說了，我們去澳大利亞也是黑的，到時候沒賺到錢，被趕回來了，來這邊土皇帝。多少錢來的？3天？80。3天80美金，怎麼總是有一股廁所的味道？真的就是這樣的。剛才那個大商場也好，這裡也好，總是能聞到廁所的味道。比衛生間，這味道更重了。馬桶蓋起來，太臭了。昏暗的燈光。如果是中國人開的，應該是乾淨的，乾淨是挺乾淨的，就是床單嘛、被罩嘛、枕頭嘛，有點花裡胡哨的。然後這些家具啊什麼的都很舊。空調也是有的，不過跟你們說，這裡是東帝汶最便宜的一個單間。東帝汶只有一個青旅，但是那個青旅呢，實在是看了都住不下去。然後有朋友還說呢，住那個青旅，他那個床上啊有蟲，所以呢，我實在是住不了。準備吃完密室，太餓了，除了早餐之外，這一天都沒吃東西。晚上9點的東帝汶首都地利街頭，全部都關門了。沒得吃了，完蛋了！看到了一家特色小吃館，重慶小麵5刀。Hello，this one。在異國他鄉吃到家鄉美食，雖然我家鄉也不是重慶，算是中國美食吧，都是非常開心的一件事情。哇，這個辣子油好香啊！都想把這個辣子油偷點回去。小麵在你們的城市賣多少錢一碗？有沒有超過35人民幣的？今天讓我感觸很深的是，就是一路走過來，到了東帝汶之後，一路走過来，真的看到他們當地人啊住的那個茅草房子或者怎麼樣，就是真的是很貧窮的一個現象。而且我調查過，他們的當地人的工資確實是150美元到200美元之間。但是這邊的物價你們也看到了，真的是非常高，所以我一直有一個疑問啊，這麼貴，150刀每個月怎麼支撐得了他們的生活的？好了，明天咱們再探索這個神秘的亞洲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東帝汶。
下個視頻見。我正在環球旅行第18國東帝汶，下個視頻見了，拜拜。